该被他跑掉了。我去追。县主，有发现。原来如此，最简单也是最不会留下痕迹的方式，就是利用月光。 假象凌乱，唯独这面墙没有堆放东西。那人是利用铜镜的角度，将月光投射在北侧这面围墙之上。这就是枭雄想要验证之事。试试看。影子太模糊了。 太日局常利用小孔观测日食，但若想日影清晰明亮，需有此物聚光。此人心思缜密，方才事发突然，才让我们发现破绽。再试试。县主，太史城，刚刚那些鬼影是你们弄出来的？那人用打磨过的珠片聚光，用刃线绑上这些纸片，像操控皮一样变换所谓鬼影的形状，再通过控制远近，让影子变大变小。 不光是用鬼影作怪，还故意让方生吃下胀肚的食物，费这么大劲，不图财也不害命，只是为了吓唬人。是啊，既然都扮鬼了，只是捉弄几个倒霉的宫女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害人呢？二位毕竟是内野局的，这么说多少有些不合适吧？ 不光利用铜镜，还打磨珠片，如此狡猾又缜密，今夜让他逃了，之后上哪儿找呢？太史城会让那人告诉我们的。谁伤了你，我给你报仇。我素来与人无怨无仇，多谢娘子关心。 放开我17日那晚，我们分明在寒凉殿见过，你却如此生分，我好伤心啊！那晚我在苏婕妤宫里奏乐，并未见过娘子。我问过了，那晚你的确在苏婕妤宫里，不过你并未领赏就提前走了。苏婕妤的妹妹对你念念不忘，你没拿的礼物，她今日还特意给你送来了一把罗甸紫檀琵琶，金二郎应该会很喜欢。 只可惜二郎走得太快，又让那娘子扑了个空。什么时候不领赏，也成了罪过。不领赏不是罪过，但在宫中装神弄鬼、蛊惑人心，却是重罪。这里就是吴月坤安置那些女孩的地方。这屋子太整齐了，根本不像有人住。女子会使用同一款香膏吗？尤其是住在一起的女子。一般不会，尤其是要以色示人的女孩，很需要一些让客人能一下记住的东西。三光同行，有似珠玉，神手精存，利其直而宣其名。星辰虽皆为球体，但大小、颜色、运行速度都各有不同。
就像人一样，喜好、习惯各异，但这些习惯会在他们常用的东西、生活的地方留下痕迹。但他们6个人摆放东西的方式，甚至连用的东西都一样。而且这里一点跟他们身份有关的东西都没有。在这屋子里，我看不到任何信息，任何喜好。女子起码会有一些贴身之物，帕子、香囊，或者带着自己小字的首饰。这里没有，他们的尸体上也没有。有2种可能：第一种，这里被人整理过了；第2种，他们知道自己会死。杨上郎的尸体在哪？在这儿。原来毒就是这么被倒进去的。来，尝尝。多谢。怎么样？真是好酒。小兄弟，以后常来啊，你懂我的酒，就懂我的人。哎，那疯丫头今天怎么肯放你清闲了？县主说他要去大理寺，让我在这儿等他。啊？他还来啊？啊！老远！啊！救我！怎么搞的？怎么样？和恒王中的是不是一种毒？一样。哎，你是不是故意中毒骗我尝啊？浅尝一下，死不了。再说了，有你给我的救命神药，万事无忧。县主找到他们下毒的方法了。找到了，但还缺一个人，一个给他们提供毒药的人。有人进去过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下人来送过药，还是我搬进去的。不可能啊！那下人明明当着我面尝了一口。蜂蜡、丁香、木樨草，那个人也没想活着。这个人恐怕只能县主自己去见了。白脸怪。敌人无聊得很，蔡使成随时可以回去。关心也是一样追踪星辰踪迹，有时候几个月才会移动毫厘。原来太史城才是行家。不过这胡达既然着急出宫办差事，为何不慌不忙地吃起酒来了？不对，作战的人呢？我没看见。酒楼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
不对，那一家。这边。太史城知道往哪儿走。那架马车比寻常的宽出不少，能走的街巷有限。我们现在位于方舟的东北隅，马车能去的方向只有一个。尽管马车速度再快，但我们走小路，即便以我们现在的步速，也一定能够在延乐巷口拦住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太史城走条更快的路。来，县主，请先行。忘了太史城不会功夫了。换车班，进马营。县主。卖鸡啦！大公鸡啊！卖鸡！哇，这谁泼的泔水啊？给我出来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泼的？这泔水从你店里面泼出来，不是你是谁？你看我这一身，你赔钱！也自己不长眼，还有理了？你个没良心的！谁没良心？谁没良心？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滚！臭死了！啊！我告诉你赔我钱！啊你！老君，吵什么呢？他不赔钱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，行，老君，滚回去！慢走。救我！来人呐！来，救我！让开！别动！胡达，卖鸡啦！哪个扫人行的泼的泔水啊？看到是我泼的，不是你是谁？谁没良心？吵吵嚷嚷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我这个怎么算？对啊！这。你去了哪里？有人要杀你，你不想知道是谁？想我死的人那么多，谁知道是那个不想还钱的钱掌柜？你在宫中放贷，哪儿来的钱？杀你的不是你得罪的人，就是你仰仗之人。你现在只是个背负着杀死韩笑罪名的替死鬼。我没。胡大！车夫的脑袋被砸中，当时就死了。我听围观的群众说，胡达是被蝙蝠咬死的。他不是被咬死的，是被蝙蝠毒死的。县主，这是旁边几道的。蝙蝠怎么会在白日平白无故的攻击人呢？胡达身上有玲珑草的味道，所以引得蝙蝠狂性大发。玲珑草是他房内的熏香。
不，他衣服上沾了玲珑草的粉末，是有人趁乱撒上去的。但这么多蝙蝠能藏在哪儿呢？是被切断的。有意思，从那盆泼出去的水开始，胡达就入局了。太史城去追的是不是一个身穿黑袍、头戴兜帽的大个子？就是他。那人有些驼背，足印前深后浅，应是常年拉重物所形成的习惯。方才县主去救胡达时，还同他擦肩而过了。艾草，那人身上有艾草的味道，勾陷胡达的就是他。可惜没能追上，是我不自量力了。太史城不要妄自菲薄啊！你可是只凭一瞥就锁定了凶手，他对这一片应该非常熟悉，所以才能这么快脱身。将胡达尸体带回内业局，凶手定是宫中之人，跑不了。是。县主可曾见过这样的标记？我在那人的板车上见到的。县主常在宫中，可曾见过？是进房，宫中进房的板车、木桶上都有这样的标志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解释得通了。进角宫常年拉板车，足印前深后浅，能够自由出入皇宫，身份地位不会被人注意。而且清角宫多用熏艾来驱除味道，太史城果然厉害。县主，冒犯了。有线索了，跟我去抓人。县主，你怎么众目睽睽之下和太史城牵手啊？太史城掐指神算，这不就把凶手的方位找到？掐指神算是掐别人的手吗？县主，清角宫中有没有一个平日里独来独往，衣服从头遮到脚，喜欢戴着兜帽的人？回县主，定是娄绰无疑。他人呢？这会儿因是出宫去送黄金土了，就在城东郊外。要不要？来。大叔，可认得一个叫娄绰的人啊？不认得，干这行的不问姓名。他是宫里的内侍。来卖货的10个有9个都说自己是宫里的内侍，就为了多卖几文钱。但咱可不傻，看货定价。就是。干活了？我们话还没问完呢。这位是真正的贵客，可不敢怠慢。他卖的全是纯正的宫里货，那都是上好的肥料黄金土。过去看看。好。娄绰，娄绰，老大，玲珑草。别让他跑了！跟我回去。对自己这么狠。
也跑不掉了。县主，本人要去哪儿？内业局的牢房满了，劳驾顾司职把人押回大理寺吧。县主，你是要把案子让给大理寺啊？借用一下大理寺的大牢而已。哦。县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般真的可以吗？这样他一不能自杀，二不能逃跑，我们香喷喷的不用受罪，不好吗？县主开恩，让你在热水里舒舒服服的泡着，还不赶紧交代？哎，你。那今日就由我来审办。太史臣请。胡达在后宫放贷借钱，又贪财好色，对他有怨气的大有人在。你杀胡达是因为欠钱还不上，不是因为钱，那是因为女人。你恨那个女人，不，你爱那个女人。你因为爱她，所以对她恨之入骨。可你身份低贱，又脏又臭，她看你就像看苍蝇老鼠一样避之不及。你越是想接近她，她就离你越远。不过都是在宫里伺候人的，谁比谁高贵，谁又比谁低贱呢？一个女人而已，该杀。胡达长得比你英俊，有钱又大方。你喜欢的女人喜欢他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他。你恨他，所以你杀了他。杀。太史丞，你何时学会的审讯啊？并不会，只是模仿皮毛。只可惜，胡达没死。你真是没用，得不到喜欢的女人，也杀不死嫉恨的男人。胡达好好的活着，还会有很多漂亮女人喜欢他。可是你呢？你喜欢的女人死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只要说清楚怎么杀死韩晓，我就给你一条生路。让你杀了胡达再死，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也会给你一条生路，但是是一条生不如死的路。你自己选吧。好，我说，算我说了，你敢如实上报。这世上我不敢的事可不多，你可以试试。这武玲珑入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您也不要再多做纠缠。长安城比他标致的美人可多着呢，您又何必非要从陛下嘴边虎口夺食呢？后宫勾心斗角我听得多了，我不会让他卷入那些事里去的。您要是舍不得银子，我改日退还给您，玲珑姑娘就别想了。不知陛下急召微臣，所谓何事？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如今正值采选之际，那掌管采选的总管罗德海却在昨夜暴毙。什么？
朕已经吩咐下去，此事万万不可声张。这次召你进宫，就是想让你低调彻查此事，争取早日水落石出。微臣遵旨。哎，老大，这衣裳挺适合你啊。不是吗？闭嘴吧！初步判断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晚子时前后。死者应是被人点中颈项要穴，阳虚闭窍而亡。什么人？哎，官人饶命！官人饶命啊！你什么人？奴才只是内务府的一个小太监。我问你，这罗总管的死，你知道些什么？奴才昨夜从此路过，见这屋灯亮着，就张望了一眼，看见罗总管跟兵部文侍郎一起进了屋。兵部侍郎，他们两人平日经常来往吗？这个奴才不太清楚啊。等等，死者内衣好像有夹层。什么？胡扯！朕昨日与文爱卿商议边塞的事情，一直到深夜，他哪有时间去见罗总管？文侍郎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？晚膳时他便在了。怎么？你连朕都不信？臣不敢。告诉朕，是谁暗中造谣诬陷文爱卿？陛下息怒，可能是臣一时疏忽了，待臣再细细调查一下。下次再用这等无中生有的说辞来糊弄朕，朕拿你是问。是。微臣遵旨。那造谣的太监已经被杖毙，现在唯一的目击证人也没了。小太监出现的时间太巧了，有可能受人指使，故意透露这个假消息。我们在罗德海的衣服里发现他的受贿名单，名单上都是此次参与采选的人员。他们应该是想为家中女眷争取名额。罗德海正是掌管此次采选的总管，贿赂他的确是条捷径。你是怀疑是名单上的人作案？有这个可能。这么多人，那咱不会挨个查吧？都在这呢。那件案子有进展了吗？子硕，你进宫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暂时搁置了。这次参与采选的姑娘全被退回去了。退回了？是啊。听说罗总管为采选受贿，陛下为了肃清后宫，就把采选取消了。哎，玲珑，别走，别走！哎，听我说嘛，玲珑姑娘，采选取消啊是好事，说明咱俩有缘分呢。啊，哎，走。哎呀，玲珑姑娘，玲珑，明日我就上门提亲去啊，把彩礼给你送过去，等着我啊！走。这什么人？这不王麻子吗？本名王进，爹有钱，就没学点好，天天往漂亮姑娘身上蹭。这位玲珑姑娘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哦。防火防盗，
小心火烛。此人与罗总管死法相同，阳虚必窍而亡，恐怕是一人所为。怎么相同啊？啊，这不是还把……你懂啥呀？虽然凶手将死者的命根削去，但真正的死因就是点中颈项要穴，跟罗总管一样。杀就杀了，为什么非要断其命根呢？难道这个凶手有什么特殊的癖好？杀了个太监不过瘾，还把一个正常人……干嘛非让我来这屋啊？那还不是小撒让你来的？哎，千万别上来啊！你别看了，这具尸体有点怪异。这王麻子飞扬跋扈，又贪恋美色，定得罪了不少人。子硕，这王家跟宫里头可有什么联系啊？可我怎么也想不通哎，这两个人怎么会有共同的仇家呢？罗总管受贿，王麻子欺压良民，倒也算得上死有余辜。莫非这凶手是想替天行道？这次行贿事件牵扯的人太多，听家父说，陛下已经拿武家开刀，审了2天2夜了。武家承认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罗德海暗示他们了一件事情。暗示？有人不想让武家姑娘入宫，就花了大钱让罗德海搞鬼。什么？不过这也正常，朝内将卿众多，可能是武家的对头暗中作梗。也就是说，这罗太监想上下通吃？不好了，武家姑娘也出事了。初步判断，死亡时间在1个时辰以前。先奸后杀。从尸体的痕迹来看，死者激烈的挣扎过。至于死因，跟前2个一样，是同一人干的。太监、富家公子、大家闺秀，被同一人所杀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！竟然连未出阁的姑娘都不放过。等等，他就是武玲珑。之前采选的时候，我见过他一面。怪不得那日在凡舍觉得他有些眼熟。你是说，那天王麻子骚扰的姑娘就是她？这是御赐的酒杯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陛下赐的酒杯，我还说呢，这客栈看着不咋地，用的酒杯倒还挺讲究。这说明，来过这屋的是陛下身边的人。怎么了，小三？你找我？客官稍等啊。来，小二，这里来壶酒。干嘛？干嘛搞得神神秘秘的？我偷偷到文侍郎府上打听过了，他染了风寒，昨晚早早就睡下了，有仆人作证。但是还有些疑点需要查查。不，你又去干嘛呀？啊，老大因为这件事被陛下臭骂了一顿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瞎折腾，让老大知道，非收拾你。可能？可能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可不可能都让你说了吗？笑啥？你说你身手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你疯了吧你？只是跟踪而已，不难吧？我怎么可能去啊？让老大知道我还想在大理寺混呢。我罩你啊！是你少来，就你真不去？不去。哼！想不想做名侦探？想啊。想不想出人头地？
想不想把紫苏明媒正娶？想。哎，好了，来了。不是。客官慢走啊。遵从你内心的选择。想。那就从让紫苏高看你一眼开始吧。等我。完了，这么简单，我还有必杀技没使呢。而我听说啊，这武家主人可是出了名的趋炎附势，平日里八面玲珑，对谁都配着笑脸。最近好不容易升了官，要说他会得罪人，我可不信。你确定？确定啊。这个武家主人花了大价钱，就是为了把女儿送进宫，这多符合他的性格啊！和武家有仇怨，又是陛下身边的人，你可有线索？是啊，你有没错，谢谢。为夫。小撒，快！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文侍郎那马车也太邪乎了，我跟着他一拐弯，连人带车都不见了。什么？我刚从文府探查回来，他半个时辰前就回府了。半个时辰前啊？那会儿我刚跟丢啊。从宫门到文府，怎么也得走1个多时辰吧？总不能你刚跟丢，这马车就出现在文府门口吧？除非那马会飞。你不是会飞吗？啊，三宝，你沿着文侍郎回家的路再走一遍。少来！你想不想让紫苏？等我。半个时辰。三炮，你尽力了吗？你说呢？唉，尽力了。我会在紫苏面前替你美颜的。美颜？既然连你都用了半个时辰，文侍郎在你面前消失，到出现在文府，却只是一瞬间的事儿。可不是啊，马车能有我快吗？之前陛下的证词让我们打消了对文侍郎的怀疑，可是现在所有线索又都指向了他，所以我觉得易容术或同胞兄弟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了。小三炮，你又要干嘛？
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记不记得？文侍郎身边的那个，我跟你说过的老仆人。证据也有了，我去报告老大，抓人呢。等等，你把证据偷出来了？啊？你说这是从侍郎府发现的啊？谁会相信？那咋办？打草惊蛇了？怕什么？再把它还回去呗。还回去还怎么证明啊？哼哼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查到了王家和武家的关系。自从这武家小姐采选被退回之后，就被王麻子给盯上了。这王麻子直接上门提亲，武家主人彩礼都已经收了。凶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，这3起案子都是针对武家的。先是杀死了掌管采选的罗德海，这武家送女儿入宫的如意算盘自然是落空。没想到这武家退而求之，答应了王家的婚事，但王家公子一死，这武老爷再次扑了空。如今这武玲珑又惨遭杀害，凶手看来是不想让武家得势。到底凶手和武家有多大仇啊？小玩意儿。哎，这位老张，我看你面色无光，印堂发黑，莫不是最近有妖物缠身？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来人呐！抓强盗！你干嘛？竟敢在文侍郎面前动手动脚，关你屁事！放肆！喂，我忍！哎，文侍郎，我去抓！你别跑，别跑啊！朕记得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案子跟文爱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？臣知错。要是你没能力查案的话，就别查了，朕马上换人。陛下，再给臣一次机会，朕已经有眉目了。那好，朕再给你3日期限。不过这一次，朕希望你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。微臣遵旨。我怎么你？那都是张真脸啊！就一个晚上，假脸就变成真脸了。这要让老大知道，阴天了，乌云盖顶，收衣服去。哦，萨摩多罗，查案岂是儿戏？我说你可以不信，陛下说的你也不信吗？还有你黄三炮，竟然敢背着我跟萨摩胡来，趁早给我滚出大理寺！哎，老大，那文侍郎肯定有问题啊！谁没事在家里藏着编剧啊？王老师又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。啊？哦。死者是名男性，长相有多眉老睑，身材魁梧，应该是个习武之人。不会又是点穴死的？这次啊，还真不是。可以断定尸体虽然头被砍去，却是中毒而亡，也就是说中毒在先，砍头在后。凶手之所以多此一举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我们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。李少卿，罗总管的那份名单呢？我都已经查过了，上头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。
先给我看看行吗？真是麻烦。上头的墨迹，我原来以为是罗德海写错之后涂掉的，可这么看来，这处墨迹是后来加上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墨迹的新旧会有细微的差别，比如这处就应该是笔误留下的墨迹，而这处的运笔与其他不同，很有可能是凶手发现名单之后才涂抹上去的。哎，他傻呀！要是他怕人发现，直接拿走不就好了？我们不妨顺着这凶手的思路来想，既然这凶手发现了名单，如果想要掩饰自己行贿的事实，完全可以将帛书直接偷走。可是他只是涂到了自己的名字，而将帛书放回了罗德海的衣服里面，好像是故意让我们发现这个重要的证据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要拿到这份名单，必然会查证罗德海受贿一事。三炮啊，采选的姑娘被退回之后，谁成了最大的受益者？谁是最大？哎，不，你问我干啥？就是你呀！什么意思啊？不是那个老大跟你说正事呢，能不能正经点儿？双叶，你认真听点儿。你的意思是这些姑娘原本的追求者，或是爱慕的对象？没错。武家行贿本身就影响极差，这样一来，武家姑娘自然是再无进宫的可能。顺了。这个王麻子上门提亲啊，那凶手肯定是不会答应啊，对吧？哎，可是这武家姑娘怎么会被奸杀呢？哎呦，我又搞不明白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李少强，那日双叶在尸体前进中发现的帛书是不是这样折好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，你以为我喜欢被两边使唤来使唤去？我真的都是为了案子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三炮，拿酒。啊。哎，三毛多罗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使唤我啊？是吗？高看，高。等我。哎，给。李少卿，我想你的直觉应该早就告诉过你，真正的凶手是谁了。启奏陛下，昨夜有突厥骑兵进犯我边陲大营，无法确定此次偷袭是个人行为还是可汗授意所为。微臣以为，不如先观望几日，若他们就此停手。李治，你疯了！
陛下，陛下救我！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！怎么，这点劲都吃不住了？啊！李治，给我住手！臣遵旨。朝堂上殴打同僚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文侍郎乃是武状元出身，今天竟被我打成这副模样，毫无还手之力。陛下，您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回陛下，微臣自从担任侍郎一职，武艺的确有所松懈。近日李少卿突然出手，臣不得其解，但念及此处是皇宫之内，不可冲撞陛下，所以才未还手。如果只是武艺松懈，那不妨让陛下看看你的双手吧。习武之人，掌心处必然会有老茧，为何你这掌心非但不见老茧，反而细嫩的如同文人般？李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陛下，您面前的文侍郎其实一直是有2个人交替出现的，带兵打仗的是一个，与您谈论朝堂政事的又是另外一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文侍郎有一个双胞胎兄弟，大理寺一直在调查的连环杀人案，皆为此人所为。这是不是真的？陛下，这纯粹是李少卿的臆测啊！不知文某何处得罪了少卿，竟然如此血口喷人。你兄弟与罗总管起争执的时候，偏巧被打惊的小太监看见了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你却在和陛下谈论政事。那天下早朝，你发现了我们跟踪你，特意绕了路。可是你没有想到，我在你的府上也有埋伏，发现了出现在文府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敢问陛下，这世上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，可否出现在2个不同的地方？绝无可能。这起连环杀人案一共死了3个人，总管、富家公子和大家闺秀。我们在罗总管的衣服中发现了一块记载着行贿者名单的帛书，你自作聪明涂掉了自己的名字，但这帛书的折法却暴露了你的身份。回府。而且，我们还在发现武玲珑尸体的房间中，找到了一套御赐的酒杯。想必陛下应该还有印象吧？没错，这是朕去年赏给众爱卿的。如果你还想狡辩，陛下，证人已经带到。传。这位老仆跟随文侍郎多年，但即使他知道真相，也不会说出来，因为他是个阴人。昨日的无头尸案，死者明明是中毒而死，却被人砍掉头颅，这必然是为了掩人耳目。我想这尸体不是别人，正是文侍郎的这位亲兄弟吧。老仆，我说的是否属实？文清，李治说的可是实情？抬起头来看着朕，朕要一个答复。陛下，臣犯了欺君大罪，
罪该万死。陛下，李少卿说的句句属实。微臣的确有个双胞胎的弟弟，名字叫做文天阳。文天泽啊，没想到你这么毒。你到底是谁？是你！草民萨摩多罗擅自闯入大殿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你告诉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谢陛下。哎呀！启禀陛下，这文侍郎自幼饱读诗书，弟弟文天阳则自幼习武，大字不识，却空有一身好功夫。弟弟虽中了武状元，却不懂朝中之事，便由文侍郎每天参加早朝，与陛下讨论政事。由于没打仗，天阳便一直赋闲在家。文侍郎怕被人发现，便帮他易容成老仆的样子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兄弟让人经营得很好。直到武玲珑的出现，才让兄弟之间第一次出现了隔阂。武玲珑，就是那武家的独生女。正是。罗总管掌管此次采选，文天阳行了贿，想把武玲珑清除采选，没想到武家给的更多。他眼看武玲珑就要入宫，便一怒之下把罗总管杀死。随后，他拿到了罗总管的名单，只是涂掉了自己的姓名，而非直接偷走。其目的正是要彻底搞砸这次采选。如他所愿，参加采选的姑娘被遣回，可偏偏王马子又看上了玲珑，还下了彩礼。彩礼送过去啊！你的弟弟自然无法忍受此事，便将其杀害，断其命根。听你这么说来，这文天阳是对他有情，那为什么还要杀害他呢？因为这武玲珑从始至终爱的只是文侍郎吧。我推测，武玲珑死的那日，应该是天阳假借你的身份前往客栈，武玲珑发现了他的身份，拼死不从，才被他杀死。你知道真相之后怒不可遏，便将文天阳毒死，又怕孪生兄弟的事情败露，才将亲弟弟的头砍下。文清，你竟然骗了朕这么久！陛下，罗总管不死，玲珑就会进宫；王麻子不死，就会对玲珑强取豪夺。天阳说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和玲珑，可他却做出那等禽兽不如的事情。你不是天泽，你是谁？我是文天阳，天泽的弟弟。什么？我从未听天泽提起过他有个弟弟。这是个秘密，除了你没有人知道。那天泽呢？为什么你会来？他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玲珑，你不要进宫好不好？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事情。天泽把我的事情都和你说了呀，你们兄弟感情真好。玲珑，你听我说，如果你真的进宫了，哥哥就没有机会见到你。那天泽什么时候过来？我想见他。我在这陪着你，不是一样的吗？你说什么啊？玲珑，你看着这张脸，和他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可以为你付出一切的是我，不是他。为了你，我杀了王麻子和罗德海。玲珑，
我是不会让你进宫的。玲珑，你别怕，你怕我。玲珑，我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。天泽他可以，为什么我就不行？你别想干嘛？这不是他呀！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毒死他，解心头之怨。臣罪无可恕，唯愿以死谢罪。带下去，即日处斩。啥新鲜事儿都有，第一次听说采选取消。是啊，姑娘们都不用进宫了。还看呢？再看，老子被你看穿了啊！哎呀，我就担心这是个梦，这梦醒了，他就要进宫了。哎呀，是不是梦？不是，你见得很真实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给我吃好吃的去。哎，不过紫苏要真的进宫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拦着他的。拦着干嘛？你可以去陪他嘛。给他当厨？哎，不，你太狠了吧你！哎，对了啊，案子破了，你以后是不是得高看我黄三炮一眼？我发现你有个优点。什么？人长得丑吧，可你想得美啊！萨摩多罗，别让我抓到你，我打！你来啊！我打！哎，呜！